乌克兰战事平稳，47旅终于被轮换。俄罗斯遭遇史上最大网络攻击，普京在电视上被恶搞，袭击者身份不明。以色列在黎巴嫩展开地面行动，伊朗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美空军6代机计划暂停原因曝光，竟然是军方军费卡得太死。北约新任秘书长突访基辅，上任2人就表示对乌鲜明立场。F-16坠机报告出炉，原因仍然扑朔迷离。在乌克兰东部前线连续15个月的激烈战斗后，乌克兰军队的王牌精锐部队第47机械化旅终于迎来了轮换的机会。上月初，这支部队从战火纷飞的前线撤出，开始了他们应得的休息和重置。47机械化旅从2023年夏季大反攻时就是乌军中的强旅，依靠着40多辆豹2坦克以及布雷德利装甲车，对俄军部队形成了技术和装备的双层碾压，其赫赫战功也屡次出现在大兵的节目中。然而，或许是因为其过于强大的战斗能力，导致乌军因为北约军援拖延而陷入艰难境遇时，乌军高层不得不依赖该部队来保持顿涅茨克地区的战斗力。今年年初，俄军发动了阿夫迪夫卡攻势，以数十倍的火炮优势，誓要拿下这座堡垒城市。47旅本来刚刚进入轮休，但作为救火队长，又不得不投入战斗。后来俄军夺得阿夫迪夫卡城区，好在借着守城的时间，依托城东数个小定居点，建成了第2道防线，勉强稳固了局势。47旅驻扎在防线的最北部，正当其准备和114旅换防回后方轮休的时候，却被俄军抓住了空当，趁114旅没有进入前沿阵地，突然发起袭击。47旅想挽回局势，却已为时已晚，最终导致乌军建设长达数年的阿夫迪夫卡防线崩溃了。之后的几个月里，乌军在该地区无险可守，只能通过移动作战不断地拉扯俄军。而47旅自然也没有得到休息机会，几场大战下来，其老兵只剩下了1/4，装备更是损失殆尽。好在红军村防线让乌军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经过1个月的猛攻，俄军始终是无法突破红军村的外围防线，10几公里的距离仿佛成为了天堑，装备人员损失惨重，其进攻潜力已经被耗尽，短期内难以发动大规模攻势了。而47旅也终于得到了休息机会，其装备损失也很大。虽然其接收了31辆经过升级的美国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但经过数月的连轴转战斗，这些坦克也急需要保养和维修。最近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47机械化旅的一些坦克正在进行训练。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训练坦克上不仅乌克兰制造的反应装甲块，还装备了美制的反应装甲块。这证明了美国新的几轮军援，其物资已经抵达了乌克兰前线。除此之外和原版相比，47旅手上的艾布拉姆斯还多出了龙式装甲以及无人机干扰器。这些改装都是为了应对战场上的2大威胁：反坦克导弹和爆炸无人机。在对艾布拉姆斯进行改装的同时，美国还运送了数百辆的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以保持第47机械化旅的突击营配备现代装甲力量。尽管这些营在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但源源不断的军援使其能够保持战斗力。然而从整体上来看，虽然47旅在装备和训练上要优于大部分的俄军部队，但在关键的主战坦克数量上却有着明显的劣势。主战坦克的缺乏使其对于坦克的使用更加小心，难以在乌克兰广袤的土地上把握战争的主动权。目前第47机械化旅没有公布其还有多少坦克处于服役状态，但根据公开资料，开源情报机构分析，已经有6辆艾布拉姆斯被摧毁，以及8辆因为损坏而废弃。虽然乌军可能从中修复了一些，但保守估计第47机械化旅最多还剩下25辆 M1， 最少只剩下17辆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美国是有上千辆艾布拉姆斯的库存，但迄今为止，华盛顿尚未有任何透露意愿，表明其会向乌克兰继续提供主战坦克。福布斯新闻指出，如果47机械化旅获得更多的艾布拉姆斯，他们可能不是来自美国，而是来自澳大利亚。
据报道，澳大利亚人正在考虑捐赠59辆最近从澳军队退役的剩余 M1A1SA。凭借59辆新型的艾布拉姆斯，第47机械化旅不仅可以补充其现有的坦克营，还有可能组建第2个营。无论未来情况如何，随着战事的平稳，第47机械化旅的士兵们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武器，享受一段宝贵的休息时间了。俄罗斯当局在10月7号宣布，有人对俄罗斯国家媒体基础设施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网络攻击。袭击者将全克里米亚的网络电视上播放了 AI 合成的普京视频。视频中，普京庆祝自己度过最后一个生日，并要求克里米亚的居民尽可能地帮助乌克兰人。我们先来看一段原视频。Вооруженные силы Украины продолжают наносить точные удары, уничтожая российские войска. Моя власть больше не в состоянии обеспечить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Поэтому я обращаюсь к вам с призывом. Не сопротивляйтесь переменам. 由于很多看电视的居民并不了解 AI 技术，再加上这次影响范围如此之大，很多克里米亚人都把这段视频当成真的了，在当地造成了极大混乱。全俄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报告称，袭击者身份不明，而且这次袭击是史无前例的。这次攻击导致俄罗斯国家电视频道的3个频道和大约80家地区电视和广播公司的广播瘫痪。俄罗斯信息安全领域的消息称，与乌克兰有关的黑客组织 SUDORMRF 实施了这次网络攻击。乌克兰新闻媒体也援引自己的消息来源称 ，SUDORM 已声称对此负责。一位俄罗斯信息安全专家声称，黑客很可能使用了一种加密病毒，该病毒会删除文件，而不仅仅是加密文件，并警告说，除了恢复其系统的备份外，VGTRK 现在还必须关闭该漏洞。虽然这次事件造成俄罗斯人心动荡，但是 VGTRK 依旧声称该系统并未遭到重大损害，并且系统运行正常。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达了对 VGTRK 的支持，并将网络攻击描述为对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攻击。以色列国防军近日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进行了新一轮的有针对性的打击，并扩大了对该国南端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些时候还证实，对贝鲁特的一个目标发动了袭击，但没有立刻提供更多信息。据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召集了与高级部长以及国防和安全官员的紧急计划外的会议，但目前尚不清楚这2项活动是否有任何关联。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贝鲁特的最新袭击发生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这表明可能是针对特定个人或其他高价值资产的有针对性的袭击。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些时候宣布，扩大针对黎巴嫩南部真主党的地面行动，分配给第91加利利师的3个旅，现在已经进入黎巴嫩。第91师长期以来一直肩负着守卫以色列与黎巴嫩北部边境的任务，目前该师仅剩下第769旅仍然留在以色列继续执行这一任务。这些行动发生在以色列纪念哈马斯去年大规模袭击1周年之际，该袭击引发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称的复活之战。目前人们担心这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地域冲突，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上周对伊朗弹道导弹轰炸的回应。目前黎巴嫩真主党的指挥系统已经被基本摧毁，国际社会担心其最终会演变成以色列和伊朗的直接冲突。10月8号早上，伊朗核设施伊斯法罕附近传来爆炸声，并产生明显火光，尚不清楚事故的具体情况。美国总统拜登之前表示，美国政府不会支持以色列对伊朗核基础设施的打击，这将会严重升级战争，但也没有迹象表明美国会阻止以色列军队这样做。以色列媒体今天报道称，拜登政府已经向以色列提供赔偿方案，其中包括额外的军事援助，以避免对伊朗的重大报复。如果不出意外，在以色列军队与该地区各种激进组织以及伊朗本身之间的矛盾不会放缓。虽然美国希望缓和该地区局势，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似乎和华盛顿有所分歧。可以预见的是，很快以色列就会进入到4线作战状态。据法新社报道，
北约新任秘书长吕特当地时间3号访问了基辅，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共同举行记者会并发表讲话。吕特在当天记者会上表示，他希望帮助乌克兰战胜俄罗斯，并称确保乌克兰获胜是他在新岗位上的首要任务。荷兰前首相马克·吕特10月1号正式就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接替此前担任此职务已经有10年的斯托尔滕贝格。吕特出生于荷兰海牙，现年57岁。他自2010年出任首相后，连续4次组建政府，是荷兰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今年6月26号，北约任命吕特为新一任北约秘书长。最近的空军事故调查报告披露了在去年12月韩国西海岸 F-16C 战损战斗机坠毁事件的细节，但事故直接原因依旧不太明确。2023年12月11号，隶属于群山空军基地第8战斗机联队第35战斗机中队的 F-16在一次训练任务中不幸坠毁，造成了价值约2800万美元的损失。幸运的是，飞行员在坠毁前成功弹射逃生，没有受伤，并被韩国海上部队及时救起。9月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飞行员当时正在和其他3架 F-16进行编队飞行，执行防御性反空训练任务。然而，当天的天气状况比预期的要恶劣，飞行员不得不穿越浓密的云层。飞行约13分钟后，飞机的嵌入式 GPS 惯性导航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姿态指示器停止工作。姿态指示器呢，是飞行员判断飞机相对于地平线位置的关键工具。报告指出，飞行员尝试切换到备用的姿态指示器，但该设备也出现了故障，并显示错误信息，导致飞行员迷失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飞行员感到有些手忙脚乱。一名僚机飞行员试图引导他下降，希望能够突破云层，但气象数据显示，当时云层非常厚，低至海拔约240米，飞行员不大可能飞出云层。当飞行员下降到海拔约900米时，他试图稳定飞机，但迷失方向的情况加剧。随着飞机接近水面，飞行员越来越担心仪表的不可靠性。最终在起飞19分钟后，他在海拔约520米处成功弹射。报告还指出， F-16的残骸至今仍未能完全找到，飞机的黑匣子和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制造的 GPS 装置均未被寻获，后者可能已经失效。调查人员尚未确定 GPS 故障的具体原因，但推测可能是由于电力供应问题或者电力波动。这与之前其他 F-16 事故中的情况相似。报告认为 GPS 的故障是坠机的主要原因，飞行员不得不依赖同样不可靠的备用姿态指示器，以及在迷失方向的情况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坠机的发生。负责监督昆山的第7空军表示，空军正在采取措施减少临时电力波动对 F-16 飞行仪表系统的影响。第7空战司令部还表示，他们正在加紧飞行员的培训，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发现并且解决飞机仪表的问题。从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问世以来，美国国防部和军工行业一直在努力降低其成本，目标呢是每架约8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具体取决于型号。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在6月接受采访时首次提出了将 F-35 的成本作为未来战斗机计划的成本目标，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空军6代机。就是说，现在美国空军将6代机的成本严格限制在了1亿美元之内，之前6代机预计的成本是每架3亿美元。空军如何控制 NGAD 的成本尚不清楚。肯德尔在6月份表示，NGAD 的初步概念成本大约是 F-35的3倍，这惊人的成本促使空军暂停原定于今年授予的 NGAD 合同工作，并重新考虑其未来空中优势平台的计划。一些航空航天专家担心，空军为 NGAD 设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定价目标，这可能导致战斗机的性能被削弱到无法满足实战的需求，甚至可能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希瑟彭尼表示，以低于 F-35的成本获得 NGAD 所需要的能力和性能是极具挑战性的。空军希望 NGAD 在2030年代取代 F-22。空军领导人一直强调 NGAD 对于赢得未来战争的重要性，并寻求退役旧飞机以腾出资金来开发该系统。
但 NGAD 的成本已经成为其致命弱点。虽然计划暂停，但肯德尔表示，空军仍在计划制造下一代战斗机，但仍需要重新设计以降低成本。空军将 NGAD 设想为一个系统系列，不仅包括第6代载人战斗机，还包括了多架被称为协同作战飞机的自主无人机，以及先进的传感器、武器和其他技术。肯德尔表示 ，CCA 可以帮助减轻 NGAD 飞行员的负担，通过集成 CCA 可以将一些任务设备和能力转移到 CCA 上，从而为载人战斗机提供一个不同的概念。空军还希望为 NGAD 配备尖端的自适应发动机，随着飞行条件的变化，该发动机将转变为最高效的配置。空军可以采取的一种途径是增加 NGAD 的模块化，这样传感器和处理器等更多元素就可以单独开发，然后再安装。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空军助理部长安德鲁·亨特表示，该军种正在研究 NGAD 的设计概念或推动项目成本的因素，例如其规模、推进需求和任务系统的复杂性。美国空军正在追求第6代战斗机的过程中，面临着成本和性能之间的微妙平衡。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安全环境的变化，空军必须在保持其空中优势的同时，确保其下一代战斗机在成本上可以承受。这将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和对现有计划的仔细审查，以确保 NGAD 不仅在技术上先进，在经济上可行。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